这集要来打造我们一家3口的迷你居住空间。我有在之前的影片提到我跟前夫分开，然后变成单亲妈的心路历程。那现在我带了2个孩子搬进了一个只有1厅1房的居住空间。那由于空间狭小，那加上刚搬进来的时候，为了能够快速的赶上之前生活的节奏，都没有时间整理，杂物就这样不断累积。那所以就让整个环境的空间看起来像是住在仓库一样，心里非常的阿杂。所以我要来一个室内的空间大整顿。这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改造过程、前后的对比，还有总共的花费是多少，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是飞妈 Kitty， 目前跟2个小学生女儿搬到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到10坪或者是500平方英尺的一个1房1厅的单位里面。那我先跟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居住的环境是长什么样。这个是厨房，吃饭的地方跟客厅。那其实还有我的工作室，我电脑工作的地方，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那以温哥华这边的租房的标准来讲，这个单位它的设备其实是非常的简陋的。虽然简陋，但是呢，厨房跟我工作的区域呢，都能够达到我基本的需求，所以目前并没有急着要做出什么改变。那唯一想要改变的就是这一个地方。刚来的时候就是先随便铺上这个保鲜膜，就是将就用。但其实这样真的很不美观。那每天煮饭呢，看着看着心里就很多的 OS。那就趁现在来做一个小改变。这一次主要想要改变的地方呢，就是这一块墙，目的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我与孩子能够互动的空间，以及能够打造舒适阅读的环境。角落的空间，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就把一些纸箱什么的杂物全部都放在这边。既然家里有小朋友，就一定会有图书吧，跟玩具。那书柜跟玩具柜在哪里呢？就是这底下，都还原封不动的在纸箱里面，玩具箱。但其实他们也都不怎么玩这些玩具了。所以这些真的都得要清一下。然后旁边这个乐高啊，已经玩到了，你看这个桌子其实不够放，这一块超庞然大物。这个是在我们搬去我爸妈那边的时候就买的，在那边的时候还 OK， 可是一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显得占位空间非常的大。我有想过想要卖掉这个，然后换成2个比较适合读书的沙发椅，但是我家姐姐呢非常坚持不肯。他对这个有感情了，他想要留着。那其实这是我们母女3个人一起居住的空间，所以其实我也希望能够融入他们的想法跟意见，他们也能参与这个改造的过程，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呢，这边是2姐妹的书桌，姐姐现在其实也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这个的书桌其实已经不够她用了，这是当初 IKEA 买的书桌。那所以我打算是给姐姐升级一下她的书桌，妹妹就可以先暂时用这个。这个书桌呢，其实已经对他们来说不实用了。所以就打算把它处理掉。旁边这个小柜子目前就是放我的文件夹跟他们的一些东西。改造之后，我是希望把我的文件跟他们的东西呢分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跟厕所。然后这一整大片墙呢，目前看起来就是很单调，完全没有任何的装饰跟柜子什么架子，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好好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大工程。不知道这个小小的迷你居住空间最后会被我们改造成什么样子？那影片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那今天的目标，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角落全部清空，然后会放一个柜子，然后呢再把一个新的书柜给组装起来。所以现在开始。我为什么要留这么大、这么长、这么扁的一个箱子啊？能拿来做什么？这原本是在房间的一个柜子，现在把它放到这个角落来。那我先把小朋友们的一些乐高可以先摆过来。乐高真的是很难处理啊，有些断头断脚的，完整的我是已经先放到柜子上，那还有很多缺的，得要花时间跟小朋友们一一sort out一下。好，现在要来组装书柜了。OK， 我大概拼了有1个多小时吧，目前才拼到第2层，需要压很大的力啊，才能把它给一个一个卡进去。还好我平常有稍微训练一下，还是很够力的。
这个柜子大概花了我快2个小时吧，总算把它给组装完了。它其实挺容易组装的，但是真的要花蛮大的力气。我一开始组装的时候看到这个材料，其实还蛮怀疑的，因为它不是木头制，它就是金属棍，然后一些布料、塑胶的布料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沉重吗？但其实整个架起来之后，就感觉其实还蛮稳固的。为了组装，手掌整个都红的。我这是在 Temu 买的，它不算很贵，但我觉得已经算是够用。我是打算把它拿来当做给我们家小朋友的书柜，让他们放书，跟他们可能一些装饰品。OK， 我刚刚临时改变了决定，我把这2个柜子调换了一下，用这个柜子放乐高好像更好看一点。然后木头的质感的柜子拿来放书本，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我个人是觉得啦。所以就等小朋友回来，再让他们把书本放到柜子里面。Hello， 来。Mom, when did you have that shirt? What is this? 因为妈妈建的书架啊，原本是想要放书的，后来想想放乐高比较好看。好，那你现在先放书好不好？ There's more Eddie Betty Princess Kelly. 嗨，小游，你要来看吗？ Let me see more. 妈妈还没时间弄 desk。 Are you cheering for the Orca team? 没有啦，我觉得是因为热，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短袖啊，刚好穿到这个之前去路跑的时候。我现在来 IKEA 找置物板，给妹妹的桌子上面放。妈妈想要给你买这个架子，就是到时候挂在你的书桌上。这板子挺大的。哦，这个挺重的。自己决定摆哪啊？其实这个置物板它是可以钉在墙上的，那我现在是把它弄成靠在桌上的形式，因为我不知道之后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会不会想要移动这个桌子，保持它的灵活性，就跟着桌子一起走。A few moments later. 因为姐姐目前呢还是需要先有一个桌子，然后我还没有装她新的桌子，所以现在呢就让他们这样塞摆塞，这样姐姐才能拿得到一些笔啊什么的。姐姐考不来她没有书桌用，跟着妹妹用了一段时间的桌子，我们就要把它处理掉了，好送走它，说拜拜，说谢谢这段时间的陪伴，谢谢这个主要的陪伴。然后之前不是有提到说这个房子算是很简陋的嘛？简陋到这一整面墙没有电源插头，如果要能够有灯的话，就只能用延长线。然后这个延长线唯一的延长线就是在我电脑后面啦，所以这整面墙的光源的来源就只靠这个延长线。没办法，在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就只好适应这个环境啊。小桌子移走之后，这个桌子我也要移到我们的房间，这里就会摆之后要给姐姐组装的书桌。超重的 ，OK， 我有不好的预感，这个应该会花我很多的时间啊。就是感觉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耶，都是金属的，非常硬啊。自己的桌子自己也盯一手啊。Can I eat snack, mommy? 3点好吗？ Hey, please. 中途还得要弄点心啊。啊，姐姐的桌子做完了，接下来还要做椅子啊。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啊，对啊，这个是可以调角度的。OK， 放这个角落刚刚好哎。哇，这椅子舒服吗 Yes. ？OK， 之后你就可以装饰你自己的桌子啦。Yay. This is everything I need. I love it. OK， 今天要来做墙面的部分。现在墙面一整个是空的，所以其实看起来很单调。所以呢，我打算贴壁纸在上面。壁纸现在准备好了，
就在这里。首先我要做的就是要先把这所有的家具通通都移开，移开之后呢，我才能在这个墙壁上面贴壁纸。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先贴壁纸呢？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不会知道我有哪些家具会要摆，而且会摆在哪里。那现在大致上的话，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更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个呢是在网上订购，我是在 Temu 这个买的，台湾应该就是叫做天猫，就是中国内地那边寄过来的。那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寄到，所以呢，我就是先把这些家具都先弄好了之后，然后它现在也寄来了，那我就可以开始着手进行壁纸的部分。给各位看看我这个手，实在是粘性太强啦，好恐怖啊！ OK， 这个比想象中还有难弄啊！现在这个墙下面这个是铺好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上手，一开始我是想说一整片直接这样贴墙，可是呢这样太难了，所以我后来就是剪小块小块的来弄。一开始就没贴好，就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皱纹，有没有？这种皱褶啊。但是后面就好多了，皱纹就比较少一点，后面就开始比较上手。那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些凸凸的。 但整体来说，你不去细看的话，其实还是很 OK 的。接下来要继续弄上面这一边，上面我不会整个贴，我是只放局部的地方。我已经很小心翼翼了，还是弄破了一个大洞，看能不能再剪一块，然后补一下。还不错啦 ，OK 啦，大补丁。What's different? There's that. There's that. 那上面没有贴好啦，所以看起来皱褶一堆。但是下面你看，有没有感觉就很像是真的木头 Feels like foam. 是缝没错啊，是假的啊。I knew that you taped that. I thought that was real one. 啊 Since this is crumbly, I thought that was foam. 现在要来弄墙上的架子。一开始我会不确定有没有钻的正确，还多钻错一个洞，慢慢摸索后才开始掌握力道跟技巧。听到眼睛哦。OK， 那现在客厅的改造呢，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其实整个过程呢，我不是就是同一天或一两天这样完成的，我是花不同天，就是慢慢的、阶段性的去改变。因为还是有要带小孩，平常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总算是完成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改造过后的成果吧。这个柜子当初买的时候，他介绍是来放杂物啊、放衣物之类的。我把它拿来当做小朋友玩具的展示柜，然后还有一些玩具收纳的地方。旁边的缝隙就放一些杂物。妹妹的2张桌子，那我原本是想说把这2张桌子面对面的那样放，后来想想还是这样子两旁放在一起，就等于变成一张大桌子的样子。那妹妹她要看书啊，或玩乐高、玩玩具什么的，这个空间也都很足够。而且有的时候2姐妹也会想要坐在一起。那其实这个椅子真的是有点小啦，但是现在就先这样吧。那等以后妹妹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桌子跟椅子全部都换掉。而且这个椅子至少还有一点收纳的价值啦。然后呢，我想跟大家介绍这一款非常好用的 LED 台灯，3种颜色可以变换，分别为白光、日光还有暖光，可以改变灯光的强度，它是分10级，也能够自由改变它这个灯光的角度，甚至是形状，360度随你转换。它这个就是卡在桌子的边缘就好，所以桌面上就可以省了一些空间，也是可以卡在圆柱体上面。但其实还是建议就是卡在平面上就好，会比较稳固啦。然后我还有一个台灯是放在这里，是落地灯还没有买的时候，我想说就先暂时把它就是横着放在书架上面，就先将就用。等到落地灯来的时候呢，我再把它拿掉这样。但是后来想想，这样子好像也不错，就没有想要再买落地灯了，省点钱。所以真的是超级灵活，然后又很好用。
所以对于那些想要省桌面空间，但是又想要保有一些灵活灯罩的人来说呢，真的很推荐。然后这些墙架，当初为了装这些墙架呢，我还特地去学怎么钻孔，怎么用那个钻孔的机器。当然是有出现一些小失误啦，比如说像这个高低没有很平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呢，后来有越来越上手，又学到了一个新技能。上面放的乐高，这个是在星巴克烘焙店买的一个纪念品，然后把它拿来当书签。这是墨西哥的纪念品。然后这个是妹妹1岁多，姐姐大概3岁多还是4岁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可爱哦。我用的是木头花纹的壁纸，还有这个是白砖造型的壁纸。贴这些壁纸的时候，真的是花费了我很大的一番心思，因为我没有想到它这么的黏，所以有些地方呢，其实贴的有点失败。但是贴完了之后呢，整体感觉就觉得这整面墙就是有营造一种温暖又柔和的感觉，比起之前呢，看起来真的就是舒服了很多。那就是不要去盯着这个有瑕疵的地方。哦，天哪，就是没有弄好，没有贴好这样。果然贴壁纸还是得要请专业的人。然后这里也是我们客厅区的中心。这个沙发呢是当初姐姐坚持要留下来的。其实我也很庆幸，就是当初没有把它给卖掉，因为这里呢就变成是我们可以一起看书、玩 iPad 或者是耍废的地方。这个柜子是本来就是这间屋子就已经有的了，那我是把它拿来当做书柜。但这个柜子真的是设计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放得下书本的隔层其实不多，其他的空间呢又都很矮。像这个，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板子，它就挡在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旁边这些小小的空间，我就把它拿来装一些小东西。接下来是姐姐的书桌，整个客厅改造呢，花费最大的就是这个书桌。那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是多少。像其他的东西，我没有想要求说品质一定要多好，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能用就好。但是书桌呢，却是我愿意花比较多钱投资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给孩子一个良好的阅读跟写作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挑的过程中会注意桌面是不是够大，能不能自由的调整高度，有哪些置物的收纳空间，而且也要够稳，不容易摇晃。那这张桌子呢，都有符合我的条件，可以一直陪伴他直到上高中吧。而这个椅子呢，也是可以调整高度，颜色也蛮搭的，而且呢，这个垫子还算蛮厚的，坐起来也舒服。这上面还摆放了姐姐之前在一个营队的作品。摆在这里，旁边这个就是我的书柜，那这个是本来就有的，所以没有另外再买。那大家有看到这个吗？这个我当初接房做完之后呢，我不晓得该怎么处理，那丢掉我又觉得太可惜，因为这当初真的是耗费了蛮大一个心力来做的，就想说呢，现在就先放在这边，算是一个纪念。那之后真的如果家里空间不够多了，那我再想办法解决掉。再来要特别说一下。原本我是买了这个窗户样子的壁纸，因为这整面墙是没有窗户的嘛，所以我就想说呢，贴这个看能不能增加一点宽阔视野的错觉，就是有放大空间的感觉。但我拿到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好看。那如果放上去的话，就可能像这样。所以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放吗？还是算了？就在底下留言了，跟我说。现在就来跟大家公布我们这个迷你小客厅空间的改造，总共花费了我多少钱？白色组装书柜60块，置物架跟配件63块，2种壁纸加起来60块，墙上的架子8个一组58块，假植物6块，书桌550，椅子112，所以整个花费加起来是910。那姐姐的桌子跟椅子就占了70%。所以如果没有把书桌椅给算在内的话，也就250块左右。过去的我可能会想说，也许几年后住不下了，所以呢就不要去改变，就随便住住就好。可是现在我会觉得人要活在当下，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也不会预料到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在这里要住1年、住2年、住5年、住10年，既然都搬进来了，就好好的珍惜这个空间。把居住的环境弄得就是舒服一点，那同时也兼顾到使用。虽然住的地方小，但打扫的范围也小了很多呢。变一个人之后，其实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不管是组装桌子啊、椅子啊，还有搭装。
其实当时我们的卧室的窗户还是没有纱窗的嘞，然后还有装电脑 CPU 跟主机板，我都是慢慢的自己摸索，自己学着用，弄成功之后真的就是超有成就感， DIY 经验值暴涨啊！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现在慢慢的回想起来，在我经历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候，我还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撑过来了。记得这个吗 No. 以前是长这样，都忘记了。 Remember. 觉得你最喜欢的改变是哪一个？ I like it. 你最喜欢哪个装饰？ I got that. 喜欢那个柜子吗？还是 I 书架？ like. 不是，整个改造。 Sponsor. 我问他不准。 I like the green. Actually, my favorite is my desk. 你最喜欢桌子？ Yes. 总之，这集客厅改造算是大成功吧。我跟孩子其实住的都是还蛮开心、蛮舒服的。那希望你们也喜欢这一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我在温哥华的单亲生活，可以继续 follow 我的频道。所以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